女孩充满好奇地爬上墙头，只为看看隔壁住着哪位帅哥，但后面的2个姐妹却萌生了坏心思，一句大声的尖叫，瞬间把女孩吓得从墙上摔倒在地。这绝对不是单纯的恶作剧，而是充满敌意的报复。女孩拍打完灰尘后，本想翻越围墙回去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着端庄的男孩走了过来。这突如其来的相遇让狼狈的女孩有些不知所措，随后在对方的带领下，想赶快离开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可这里实在是太大了，就连家里的院子都一眼望不到头。原来男孩的父亲在当地是一名富商，豪宅扩园根本就不算什么。然而对方虽然说话很随和，但却显得有些傲慢。就在2人谈话间，女孩偶然发现自己的鞋带开了，当她把鞋带系好时，刚刚还在说话的男孩转眼就消失不见了。空旷无边的道路瞬间让自己迷失了方向，她穿梭在仿佛像迷宫一样的花园里，失落的呼喊人帮忙，可附近连一声回音都没有。随后她来到一个水池旁边，心情郁闷到了极点。可突然一个身影映入她的眼帘，女孩抬头仔细张望，那是一张英俊的脸庞。也许爱情就在一瞬间，男孩善解人意的想提供帮忙，并告诉女孩，刚才的那位男生是他的兄弟。随着对方离他越来越近，男孩的言语举止似乎更加吸引人，女孩怦然心动地盯着对方，仿佛忘却了寻找回家的路。随后2人快乐地穿梭在花园中，短暂的相遇并没让彼此感到陌生。临别时，男孩盛情邀请女孩明天相见，并大胆地亲吻了姑娘的脸庞。也许这就是初恋悸动的感觉，让懵懂的少女并为此而拒绝。但所谓明天的约会，真能如约而至吗？她叫奥罗娜，曾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女孩，但却因为母亲的过早离世和父亲新认识的女朋友，而让自己变得郁郁寡欢。也许生命中唯一的乐趣，便是对音乐的向往。由于父亲是一名杰出的指挥家，13岁的奥罗娜就对弹钢琴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，父亲视他为自己的骄傲，也没有因为新认识的女朋友而疏远他。然而就在他们回到家中的时候，突然多出的2个新成员让女孩陷入诧异之中。原来眼前的2个女生是父亲女友带来的孩子，这似乎喧宾夺主的态度也注定奥罗娜彻底失去了家庭中的地位。不仅如此，2个女孩还随意进入奥罗娜的房间，她们手捧女孩父母的结婚照，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，让奥罗娜非常反感。可2个女孩却认为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她的父亲还会再一次结婚的。果不其然，仅仅过了几天，父亲就和那女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这种场景仿佛似曾相识，奥罗娜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妈妈还活着呀！可这一切仿佛都变成了过眼云烟。面对那一双陌生眼神，让可怜的女孩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转眼过了几天，厄运仿佛在女孩身上就没有离开过。就在奥罗娜回到家的时候，女仆突然告诉她，她的父亲由于心脏病突发被送进了医院。女孩听到消息后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，她害怕父亲像母亲一样离她而去。然而就在奥罗娜到达医院的时候，继母却把她拦在外面，并指责她为什么到现在才来。女孩一脸茫然的不知道说什么，只在乎父亲目前的病情如何。但此时一位医生却下达了病危通知。听到消息后的女孩立刻跑进了父亲的病房，所有的事情已变得微不足道，所有的牵挂和遗憾都放在了奥罗娜身上。父亲极力想表达对女儿的不舍之情，但自己的情况已无力回天。也许此时他更想与死去的妻子早日相见。就这样，父亲撒手人寰走了，只剩下可怜的女孩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。在父亲离世后，继母的2个女儿毫不客气地抢走奥罗娜的卧室，连她曾经学习的钢琴也被移植到储藏室。自此，无耻的女人不仅夺走了她的房子，还要将其改造成酒店来维持家里的生计。可怜的奥罗娜被迫辍学，帮助打理酒店事务。她曾试图进行过反抗，但继母冷酷地指出，现在没有人为她撑腰。奥罗娜无奈的只能选择妥协。奥罗娜曾翻越围墙，试图向朋友塞巴斯寻求安慰，却发现他们已经搬离了原来的住处。回想起当初塞巴斯亲吻她的画面，奥罗娜心中充满了对初恋的美好回忆。为了实现父亲的期望，奥罗娜在窗台上描绘出钢琴的黑白键，忘我的弹奏起来。转眼过去了8年，奥罗娜在采购的时候，总会悄悄溜进储藏室弹奏钢琴，而采购任务则落在了2个贫困孩子的肩上，这样他们也能有一顿饱饭吃。当他骑着小摩托回到家的路上，偶然遇到了一个富有的老太太。初次见面，老太太便对奥罗娜产生了亲人般的感觉。他通过2人的谈话，老太太决定入住这家酒店。然而继母看到老太太对奥罗娜如此友善，却心生嫉妒。尽管老太太并不在意，但继母还是满心不悦。随后老太太预定2天后入住酒店。回到房间后，奥罗娜得知隔壁的邻居已经回来了，这个消息让她激动不已。楼下那个男孩的身影令她难以确定是否是塞巴斯。当男孩转头看向这里时，吓得奥罗娜与女仆赶紧藏了起来。第2天，邻居就在他家酒店订了一份快餐，奥罗娜满怀激动的心情亲自送去。当他看到塞巴斯时，尽管不确定身份，可塞巴斯对他毫无印象。失望的奥罗娜在付完钱后离开了。
他向助手询问那个男孩的身份，助手告诉他那是塞巴斯王子。得知真相的奥罗娜感到失落，对方并没有认出他来，或许他对初恋的痴迷只是单方面的情感。几天后，库珀老太太如期办理了入住手续，继母企图将她赶走，但听说老太太要租住无限期的豪华套房时，继母立刻换了一副谄媚的嘴脸。库珀还要求奥罗娜专门为他服务，继母为了金钱利益自然应允。随后，女孩在为老太太整理东西时，奥罗娜无意间听到她和律师谈论隔壁的塞巴斯家族，原来他们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。老太太之所以选择入住这家酒店，原来是以便更好地观察塞巴斯家的情况。奥罗娜在工作结束后下楼，听到继母正在教导2个女儿如何吸引男人。他们所在的酒店现在有很多有钱的客人入住，然而这2个傻女儿无法领会母亲的意图，于是继母让他们在前台工作，以接近更多高贵的人。奥罗娜不想掺和这家人的事，而是悄悄报名参加了高级钢琴学院的课程。这些年，她辛苦劳作所赚的钱终于足够支付学费，但是招生人员听说她之前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后，便果断地拒绝了她的报名申请，这令女孩心痛欲绝，梦想的破灭让她极度伤心。回家的路上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因为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更对不起已经逝去的父亲。然而，当她临近家门口的时候，一辆汽车突然疾驰而过，奥罗娜躲闪不及，直接被撞倒在地。还好女孩身体并无大碍，可她偶然发现肇事司机竟然是她的初恋塞巴斯，可塞巴斯并未认出她就是奥罗娜，只是像一个陌生人一样要赔偿她的损失，这让奥罗娜非常恼火。看着女孩的模样，塞巴斯觉得似曾相识，询问是否在哪里见过。听到这里，奥罗娜更加生气，直接骑着小摩托离开了。回到家里，奥罗娜止不住的哭泣，她的梦想被拒绝了，因为音乐学院没有录取她。更让她伤心的是，自己曾经的初恋竟然没有认出她，这才明白原来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。当初充满书生气质的塞巴斯，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位商业精英。自从弟弟死后，他就成了继承父亲商业帝国的唯一希望。为了和大鳄成为商业伙伴，他主动接近对方的女儿蒂娜，甚至安排媒体追踪报道他的私生活，目的就是引起大鳄和他女儿的重视。这天，奥罗娜负责帮塞巴斯送来快餐，因为几天后他要举办一场宴会，所以准备雇佣奥罗娜家酒店的厨子和佣人，当然工钱肯定给的相当丰厚。回去以后，奥罗娜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继母。对于塞巴斯这样的钻石王老五，继母当然想让自己亲生女儿去接触对方，但是人家却想让奥罗娜过去帮忙，甚至另外加了一部分工钱。看在钱的面子上，继母只能痛快地答应。到了宴会这天，奥罗娜穿着佣人的服装在干活，而塞巴斯却在极力地讨好蒂娜的一家人，因为他公司制造的电视机已经问世了，必须靠着蒂娜的父亲来扩大影响力。不过看着塞巴斯讨好蒂娜，奥罗娜的内心多少会有点难受。当宴会结束后，塞巴斯刚想奖赏他们出色的劳动成果，却突然发现掉落的东西快要砸到女孩，情况十分危急。他奋力推开奥罗娜，而自己则被砸得滚落到台阶下面，这可吓坏了奥罗娜。看着男孩头上不停的流血，大厨和女孩赶紧把塞巴斯抬到卧室。此时的塞巴斯迷迷糊糊地说出曾经他们第一次相遇时说的话，这让奥罗娜感觉非常震惊。塞巴斯终于想起8年前的那次偶遇，轻抚着晕倒的塞巴斯，女孩的内心非常高兴。等到医生赶来以后，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。幸好男孩伤得并不严重，在家休养几天就能康复。而奥罗娜每天会在阳台上看着他，即便这样也会让他非常满足。奥罗娜的心思被库珀老太太看得一清二楚，想了解他和塞巴斯的曾经，而奥罗娜兴奋的没有忍住，把自己的故事全告诉了老太太。过了几天，女孩又趁着继母离开的时候，悄悄在储藏室内弹钢琴。库珀也被琴声吸引过来，他开门的声音惊吓到了奥罗娜。不过老太太表示让她继续弹奏，因为听到这个琴声，仿佛唤起了老太太曾经的记忆。奥罗娜说这是她母亲去世前写的曲子。库珀又看到了女孩妈妈的相片，眼中立刻就充满了泪水。瞬间他无法相信，眼前的女孩竟然是他的外孙女，因为自己的女儿当初从没有跟他说过怀孕的事，一直到女儿去世以后，他都不知这个孩子的存在。面对老太太竟然哭了，这让奥罗娜感到疑惑。不过库珀也没有过多解释，而是返回房间，轻抚着奥罗娜的手，仿佛就像是一场梦。为了验证奥罗娜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外孙女，他让律师专门去调查女孩的背景，然而结果竟然千真万确。但库珀并不想现在就把真相告诉奥罗娜。转眼过去了几天，老太太陪同女孩去商场购物，可由于奥罗娜的脚太小了，寻遍了城市的每一家商场，却未能找到一双合适的高跟鞋。当他来到最后一家鞋店时，却意外遇见了8年前的初恋情人带着他的女朋友在逛街。奥罗娜匆忙想要离开，然而对方却挡住了他的去路，并向他展示了强大的购物能力。尴尬的奥罗娜
显得有点不知所措。这时外婆走上前来，安慰她说，那个女人的脚又肥又大，很难找到一双合适她的高跟鞋。外婆的话立刻让奥罗娜笑了起来，虽然并不知道这位老太太是她的外婆，但能感受到这份突如其来的关心。而老太太现在还不想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奥罗娜。之后，外婆又带着奥罗娜来到了一家美容院，想把外孙女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因为他们得知了一个消息，奥罗娜的初恋情人塞巴斯将在家里举办一场大型的面具舞会。为了协助奥罗娜重新把塞巴斯追到手，外婆决定全力以赴帮助自己的外孙女。而塞巴斯这边正忙得不可开交，奥罗娜的继母突然登门拜访，希望能包揽他家舞会的烹饪工作，但塞巴斯觉得他们酒店的规模还不够大，委婉向其拒绝了。看着桌子上一直想得到的邀请函，女人的双眼开始闪烁起来。她趁着助理接电话的时候，故意绊了对方一下，并趁乱拿走了2张。她计划让自己的2个亲生女儿参加舞会，没准她们就能在舞会上找到理想的伴侣。得到邀请函的2个女孩立刻就在奥罗娜面前炫耀，这令她感到十分羡慕，因为她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到1张邀请函。而外婆听说这件事后，她动用自己的关系搞来了1张。看到梦寐以求的邀请函，奥罗娜不敢相信这是库珀老太太送自己的，她觉得自己和这位老太太非亲非故，这样的关心对她来说有些过分。然而外婆告诉她不必感到不好意思，接着问她是否有参加舞会穿的衣服。奥罗娜说自己会动手做一件。经过1天1夜的努力，奥罗娜终于做出了一件漂亮的礼服。她穿上礼服给外婆看，没想到库珀老太太看到后突然变得有些难过，因为奥罗娜这件礼服是按照她母亲的衣服做的。随后又让她提起裙子看看一双帆布鞋，这瞬间又让库珀捂着嘴笑了起来。于是外婆让奥罗娜去自己的鞋柜挑一双，然而当她穿上鞋子后，发现它们都太大了。她想用报纸塞到鞋子里面垫一下，但没走几步就摔倒了。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另想办法。面具舞会的日子终于来临了，奥罗娜看着时间，心里焦急地想着该如何整理自己的头发。然而这时继母却增加了她的工作量。等奥罗娜忙完的时候，却发现继母的2个女儿正穿着自己设计的礼服，那臃肿的身材简直就差撑破这件礼服了。外婆也刚好看到这滑稽的一幕，她让继母的2个女儿赶紧脱下礼服还给奥罗娜，可是她们却故意把礼服撕烂了。奥罗娜看到这一幕，感到非常心疼，这让她怎么去参加舞会呢？其实这一切都是继母的2个女儿故意为之的，她们早就看出了奥罗娜想去参加舞会的心思。此时库珀动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，直接带她来到拍摄电影的剧组，因为他已经派人帮外孙女定做了一双高跟鞋，接着又和她来到礼服店挑选衣服，但没有一件满意的，最终还是老太太的眼光，直接选了一件让奥罗娜穿上，然后再把专门为她定做的高跟鞋穿上，气质立刻凸显出来。为了让外孙女出行更加体面，库珀还专门提供了一台非常有派头的汽车，带她去亮相舞会。可在去往舞会的途中，却发生了意外。原本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舞会，但奥罗娜的车在半路发生了抛锚，焦急万分的女孩只能四处寻找出租车。幸运的是，一位热心的老人将自己的马车借给了她，这才让她能及时赶到舞会。随后，一辆古典的马车驶进了奢华的舞会，从车内走出一位戴着面具的美艳女子，她的优雅举止立刻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，而举办这场舞会的王子更是被她深深吸引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这位女孩正是他8年前的初恋情人。奥罗娜独特的魅力和别致的出场方式，使她成为了舞会的焦点。尽管并未预料这样的出场方式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，但她的出现却引起了众人的猜测。大家纷纷猜测她的身份，甚至有人怀疑她是否是某国的公主。舞会主办人塞巴斯也被女孩的气质所吸引，他不顾及女友的感受，时刻将注意力放在奥罗娜的身上。尽管塞巴斯的父亲提醒他不要冷落了女友，因为他们的家族商业计划需要依赖女友家的支持，但男孩依然无法抗拒奥罗娜的魅力。在一次看烟花的时候，他主动与奥罗娜搭讪，甚至邀请她共舞。这一幕让他的女友醋意大发，直接将男友拉走。然而奥罗娜突然跑进了花园，他的内心忐忑不安。塞巴斯也注意到了这一幕，他紧随其后跟了过去。在花园中，奥罗娜和塞巴斯进行了短暂的交流。就在此时，男孩的女友又开始到处寻找。奥罗娜的继母听说此事后，故意让女孩去花园找找看。继母偷来了2张邀请函，原本是想让自己的2个女儿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夫婿，但这2个憨货着实脑袋里缺点东西。此时，塞巴斯的女友突然来到花园，这让正在幽会的奥罗娜大吃一惊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，她想赶紧离开，但她的身份对于塞巴斯王子来说似乎有些尴尬，因此女孩拒绝了摘下面具的请求。为了让王子能记住她，
奥罗娜主动献上了自己的初吻。完事后，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可他还没跑出多远，一只高跟鞋不小心掉了下来。他刚想回头去拿的时候，就发现塞巴斯带着女友已经过来了。无奈之下，奥罗娜只能赶紧离开。但这只鞋却被王子的女友发现了。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男朋友和那个女孩曾经在这里约会，无法宣泄情绪的她果断与男友解除了婚约。此时舞会也进入了紧张的时刻，因为到了摘下面具的环节，可奥罗娜却光着2只脚跑向了自己的马车。在场的所有记者都要求她摘下面具，但女孩还是委婉地拒绝了。等她走后，记者们也开始寻找其他女士拍照，而继母的2个丑女儿则被冷落到一旁。其中一个为了吸引塞巴斯的助理，还说出了自己是附近开宾馆的。这下母亲偷邀请函的事情就暴露了，最终从舞会上被轰了出去。而塞巴斯因为去追赶奥罗娜，完全把父亲的叮嘱忘在脑后，拿着一只高跟鞋不知所措。因为女孩的身份谁都不知道，以后的日子里，男孩无法承受父亲的批评指责，于是弄了一束鲜花，试图请求蒂娜的原谅。然而塞巴斯诚恳的态度很快就让女孩有所回心转意，但前提是必须和他早日完婚。回到家的男孩从抽屉中拿起了那只高跟鞋。此时母亲突然闯了进来，他尴尬的想藏起鞋子，但母亲仿佛已经知道了一切。女人拿起鞋让儿子看看标签，塞巴斯突然发现这双鞋是由一个电影公司制作的，如果能顺着这个线索找下去，他或许能找到那天舞会上的女孩。与此同时，奥罗娜从舞会回来后就心事重重，虽然塞巴斯对她念念不忘，但对方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。库珀希望奥罗娜能主动向塞巴斯坦白一切，但他担心塞巴斯会因为他的身份而失望。正当女孩犹豫不决时，突然看到塞巴斯准备出门，于是骑上自己的小摩托，决定跟随他，或许能出奇制胜地唤起对方的回忆。就在堵车的间隙，奥罗娜追上了塞巴斯，并主动搭话。然而塞巴斯还是误以为她是隔壁的服务员，并未认出她是那晚的神秘女孩。尽管感到失望，奥罗娜仍鼓起勇气，试图与塞巴斯单独交谈，但塞巴斯对她的邀请表示婉拒。就在塞巴斯准备离开时，奥罗娜突然看到他拿着自己的高跟鞋，急忙问他要去哪里。塞巴斯毫不隐瞒地回答说去电影城，这让奥罗娜感到慌张，因为他知道塞巴斯可能会在那里找到线索。在电影城，塞巴斯找到做鞋的工匠，拿出那只高跟鞋，询问是谁定制的。鞋匠很有原则，不肯透露客户的信息，但他给了塞巴斯一个线索，表明这个女孩看起来和他非常般配，简直是天生一对。然而这个线索并没有提供太多帮助。无奈之下，塞巴斯在电影城里闲逛，希望能偶然遇到那个女孩。突然他看到一件熟悉的礼服，赶紧停车追上去。当他看到一张转过的脸庞时，他惊讶地发现他认错了人。虽然眼前的女孩也很美丽，但塞巴斯的心中只有那个舞会的女孩。另一边，奥罗娜仍在担心塞巴斯会从鞋匠那里找到线索。库珀安慰他不必担心，因为他已经交代好了鞋匠。接着库珀又给了奥罗娜一张音乐会的入场券。奥罗娜一看，原来是父亲朋友举办的钢琴演奏会，她不太想去，但库珀鼓励她去放松一下。令奥罗娜意外的是，另一边的塞巴斯也收到了同样的入场券，虽然入场券上没有署名，但塞巴斯猜测这一定是那个女孩寄来的。助理在一旁开玩笑说，老板很享受那个女孩的关注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库珀安排的，目的是让2个互相不知情的人来到音乐会。在音乐会上，塞巴斯看到一个身影很像那个女孩，但当他转过身来时，发现原来是邻居奥罗娜。女孩本以为能偶遇到他很高兴，但看到塞巴斯脸上的失落表情后，其实自己内心也感到非常困惑。而塞巴斯哪里会知道，对面的奥罗娜就是那个舞会上的女孩。由于目的没有达到，塞巴斯决定离开，但奥罗娜劝他留下来听听音乐会，他只好坐下来悉听尊便。音乐会结束后，奥罗娜故意与塞巴斯谈论他写的小说中的一段话，塞巴斯这才意识到奥罗娜就是8年前的那个小姑娘，这也因此拉近了2人的关系。尽管塞巴斯对女孩的态度不再冷淡，但还是喜欢将她视为邻居。男孩对奥罗娜的小摩托很感兴趣，奥罗娜开玩笑的想让他骑一下，但男孩果断地拒绝了。这表明塞巴斯还是想与奥罗娜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其实在他心中仍然想着那个舞会的女孩。奥罗娜有些按耐不住，想告诉塞巴斯真相。正当他要说出口时，父亲的朋友突然叫住他，从而打断了女孩的计划。原来这位钢琴家曾给奥罗娜寄过一封音乐学院的招生信，但奥罗娜当时并未收到。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是谁阻止了他实现梦想的机会。愤怒的他回到家中想找对方理论，可女孩的大学通知书早就被继母给撕毁了。面对这件事，继母不仅毫无歉意，反而更安排了最脏最累的活给他干，甚至威胁他如果不能胜任就滚出这个家。女孩被气得只能躲在自己的房间哭泣，因为继母不仅霸占了父亲留给她的房子，而且根本就没有把她当人看。第二天，
女孩正在打扫楼梯时，塞巴斯恰巧来到旅店办事。为了不让女孩看到自己尴尬，他故意大声地向前台再问一遍房间号码。女孩听到声音后感到有些熟悉，她赶紧收拾东西躲起来。等女孩走后，塞巴斯上楼去找库珀老太太。两人见面后多少有些针锋相对，因为他们双方正在竞争收购一家电视机制造公司。塞巴斯直截了当的希望库珀可以退出竞争，毕竟老太太手下的公司已经有那么多家，何苦为了这一家跟他们闹得这么僵？但老太太对此并不为所动，她只有一个爱好，那就是喜欢收藏，所以不会为了任何事做出让步。无奈之下，塞巴斯只好另寻他法。他决定找人调查库珀的公司是否有违规操作，或许可以利用这个信息让老太太退出竞争。然而，侦探并没有找出任何证据，反而调查出了库珀家庭的一些黑历史。在奥罗娜还未出生的时候，库珀就因为不赞成女儿和他的父亲交往，断绝了他们母女的关系。不料，女儿在生育的时候因难产去世。这个消息确实足以抹黑库珀的形象，但塞巴斯并不愿意使用这样的手段，他嘱咐侦探不要泄露这个消息。然而第二天，报纸上却赫然登着这则新闻。更巧的是，那个无耻的继母也看到了这篇报道，她一下就认出照片中的女人正是奥罗娜的母亲。这意味着女孩的外婆竟然如此富有。继母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女孩，并且添油加醋地说外婆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母亲和她，反倒是她这个继母一直在照顾她。女孩让她闭嘴，随后伤心地回到房间，看着母亲的照片。库珀在得知消息后想向女孩道歉，因为他几个月前才知道有奥罗娜这么一个外孙女，他还没有做好跟女孩相认的准备，希望女孩可以原谅他。然而愤怒的女孩并不想听他的解释，她认为是外婆的反对才导致母亲的去世，因此她永远不会原谅外婆。然而这句话却把老太太的心伤得体无完肤。看到外孙女如此坚决的态度，库珀心灰意冷，决定搬出这个旅店。但在离开之前，他希望旅店的厨子能帮他一个忙，成为他在女孩身边的眼线，这样外婆就可以在暗处照顾女孩。而自从外婆搬走后，女孩就独自去了父母的墓地，成为孤儿的她只想过着平淡的生活。虽然继母对她很恶毒，但每天能坐在天台上看看塞巴斯，也让她觉得心满意足。这天，大厨让女孩去邻居家送快餐，其实这只是塞巴斯为了见她，故意点给助理的外卖。接着，男孩骑上女孩的小摩托，想带她去外面兜风，因为上次他说过想试着骑一次。女孩被塞巴斯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有点不知所措，不过她还是坐在后面，感受着塞巴斯并不熟练的驾驶技术。也许这是生命中最值得留恋的互动。两个年轻悸动的心，从没有像如此开心荡漾，笑容和眼神中透露出的温暖，让人感受到了爱的力量，仿佛是阳光般温暖人心。随后，两人来到美丽的卢沟桥下，借着夕阳的余晖，他们一起在河边诉说着各自的心事，玩着互动的游戏，一直到了晚上。塞巴斯看着有人在跳舞，不由自主开始想念舞会上那个女孩。奥罗娜仿佛也看出了男孩的心思，虽然她就是那个戴着面具的女孩，但现在她依旧没有勇气承认。而塞巴斯也用情至深的在他的面前谈论着那个女孩。可就在两人享受晚宴的时候，记者突然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。作为商业名人的塞巴斯只好带着女孩赶紧离开。然而外面倾盆大雨，两人只好躲在桥洞下边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塞巴斯情不自禁的想去吻女孩，奥罗娜也欣然的接受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塞巴斯突然停住了，因为他又想起了舞会上的那个女孩。他赶紧向奥罗娜道歉，女孩也不知道现在的自己该如何是好。转眼又过了几天，女孩突然发现继母正在她的房间找东西，虽然被碰个正着，但可耻的女人却丝毫不在意，因为那只象征奥罗娜身份的高跟鞋已经被找到了，正好高贵的王子就在楼下。只要他刻意的把实情告诉对方，塞巴斯肯定会认为女孩欺骗他的感情。奥罗娜气愤的想把高跟鞋夺回来，但无耻的女人已经把门给反锁了。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奥罗娜不知所措，因为她太在意塞巴斯的感受了。而继母离开以后，女仆人赶快把她打开了门，但在楼下，继母已经把实情告诉了王子。其实那晚舞会的面具女孩就是奥罗娜，但塞巴斯似乎不太相信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奥罗娜也从楼上赶快走了下来。随后继母丝毫没犹豫，当着几人的面直接拿出了那只高跟鞋。他的两个女儿甚至瞪大了双眼，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塞巴斯也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他无法相信奥罗娜就是他一直牵挂的面具姑娘。女孩解释是自己不敢坦诚，才一直拖到现在。但无耻的女人又告诉了一个天大的消息，原来奥罗娜的外婆就是库珀老太太。因为两家一直保持竞争关系，所以继母诬陷奥罗娜是他外婆专门安插在塞巴斯身边的奸细，始终偷偷的了解塞巴斯的商业动态。受到陷害的女孩委屈的解释自己从没跟外婆讨论过生意上的事，可任凭女孩怎样解释，塞巴斯也不再相信任何话了，因为奥罗娜的确骗了他很久。哭泣的女孩还想解释，
但那个老女人依旧在一旁造谣生事。忍无可忍的塞巴斯同样痛苦地告诉奥罗娜，以后不会再相见了。等男孩走后，奥罗娜已经无法容忍继母这样再诬陷她了，所以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可离开这个家后，她又能去哪里？奥罗娜哭泣地来到厨房，她告诉了厨子和女仆想离开这里的想法。两人从小看着女孩长大，甚至把她看作女儿一样照料。此时奥罗娜要走，女仆和厨子也决定辞职。可他们各奔东西后，男人将再也看不到女仆，因为他已经暗恋了对方很多年了。所以他在今天决定说出一直埋藏在心底的话。就在他表白完后，女仆长舒一口气，因为他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句话。奥罗娜也偷偷地听到了他俩的对话。接着三人连夜收拾行李，离开了这个他们生活几十年的家。从此以后，厨子和仆人开始负责照顾奥罗娜的重担，而外婆也偷偷藏在背后支持她，还专门去买了一架钢琴。为了不被奥罗娜发现钢琴是新的，她还专门让人家弄得像一个二手货一样。等奥罗娜回去的时候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他们现在的经济条件根本买不起一架钢琴。女仆想让她去音乐学院进修，因为奥罗娜父亲生前的朋友已经送来通知书，只要奥罗娜在这次的考试中通过，她就可以特招的身份进入学院。厨子也说，这架钢琴是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给他练习的。他们都希望奥罗娜珍惜这次机会。其实这一切幕后操作者就是奥罗娜的外婆，因为自己外孙女不认她，所以只能在背后为她铺路。完全不知情的奥罗娜激动的来考试，可还没开始的时候，她就看到了外婆，瞬间奥罗娜就明白这是外婆安排的，所以她决定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。库伯看她这样也生气了，直接教育她不要因为骄傲过了头，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前程。听到外婆的话，奥罗娜瞬间清醒，她确实不应该因为志气而放弃这次考试。看着外婆离开后，奥罗娜才重新坐回到钢琴前，因为她要努力完成父亲去世前对她的期盼，也要完成自己成为钢琴家的梦想。最终女孩很轻松的就通过了考试，而外婆在考场外听到她的演奏，不禁流下了眼泪。她无不对外孙女的表现感到自豪，但无奈的是，到目前奥罗娜还是不想认她这个外婆。当老人正想悄悄离开时，女孩突然追出了门外。她明知道这次难得的考试是外婆帮她争取的，本想表达谢意，可外婆却只想得到她的谅解。老人可怜的样子让女孩心里很难受，奥罗娜瞬间也变得心软了。此时她才知道自己错怪了外婆，对于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她选择了原谅。就在他们感受彼此的时候，有人把一个好消息告诉了奥罗娜，原来乐队要在下周举行一个演奏会。为了表示女孩父亲曾经为乐队做出的贡献，他们想让奥罗娜能在现场为大家演奏一曲。而另一边，塞巴斯正无精打采地为他们的婚事准备用品，但男孩的内心全被奥罗娜所占据，甚至不顾女友的呼叫，直接下车来到和奥罗娜一起经历过的地方。转眼来到结婚的日子，塞巴斯的助理也在临行前送来几封信。男孩不由自主地打开了一封，发现是一个匿名邀请卡，而上面演奏者的名字却让他感到很意外。随后便在父母带领下去往了结婚会场，没想到却在路上碰到了堵车。此时塞巴斯的脑海里不断回想那封邀请函，他决定不再畏首畏尾，于是下定主意拒绝父亲让他跟未婚妻结婚。但是现在去往演奏会，貌似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情急之下，他只能拿自己名贵的手表从路边换取了一辆摩托车。画面一转，奥罗娜上台时非常紧张，而眼前大屏幕则出现父亲演奏时的画面。为了不丢父亲的脸，奥罗娜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，同时塞巴斯也正在疯狂向这边驶来。就在演奏接近尾声之时，那个男孩终于来到了现场，而另一边的婚礼也泡汤了。未婚妻得知情况后伤心欲绝，但女孩的父亲却觉得塞巴斯是个男子汉。就在奥罗娜结束演奏准备离场的时候，男孩果断地走了过来。奥罗娜清楚地知道，他现在能出现在这里肯定是逃婚出来的。而塞巴斯也满含泪水的向当初的所作所为向女孩表示道歉。其实他的内心早已被奥罗娜所占据，他是如此深爱着她，奥罗娜的感觉也是如此。说完，两人就深深地抱在了一起。过了一会，二人手牵手走出了会场。现在的女孩感受前所未有的幸福，刚刚收获的爱情，还有一个爱她的外婆相伴在左右，更有把她视为家人的仆人和厨子。随后奥罗娜送给他们了一串钥匙，原来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房子的钥匙。继母虽然一直霸占着，但女孩通过法律成功把房子夺了回来，而那个可恶的女人只能背负一身债务，带着2个女儿选择了离开。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女孩不仅收获了一个高富帅的男友，外婆的财产也将由她来继承。曾经可怜的小女孩终于变成了金凤凰，从此人生走向了巅峰。